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8点半的直播。那我们现在呢，马上开始啊！一开始呢，也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我看到老观众啊 ，Cat 你好啊。那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下啊，然后也跟大家来认识一下，打个招呼啊。那这里呢，先给大家 say 个 hi 啊，大家晚上好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会做一个直播。今天的直播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啊，我准备了以下的几样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美国信用评级被降之后的一些走势的分析啊。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写一个 A 啊。那我看到你们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就在这个板块当中去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啊。当然，昨天呢，七爸爸是讲一些他的看法啊，而他也是基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今天呢，我可能会更加着重于去用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写一个 A。那 B 呢，就是我今天会列出几个可能会让你有机会错失一些倍升回报的投资陷阱啊。那如果你想学习到底怎么样避免这些投资陷阱的话，那你可以写一个 B， 让我来了解一下。那 C 呢，就是怎么样来改善你的投资回报的一些策略。那我在最后呢也会分享一下，可能有些工具可以适合的帮助你啊。那同样的啊，如果这个直播呢是够1000人的话，那我们一般是在公开场合是不会去讲股票的啊。但如果看到你们人数到了1000的话啊，我们也会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对于哪一个股票最有兴趣，那我们也会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我们就会解答那个同学的问题。好，那一开始呢，也是看一下你们的兴趣，你们想听哪一个多一点啊 ？OK 啊，我看到有个同学说 A、B、C 都有兴趣啊。好那我每一个都详细的讲啊。但除此之外，我看到更多人可能会关心的是，信用评级降级之后后续的走势的分析是怎么样的啊 ？OK， 那也有个别的观众，你们也是想听 B 的啊，那我也会在这个话题更加的去讲的更加详细一点。OK， 好，那如果你们投完票的话那我来讲下一个部分了啊。好，一开始呢也是先给大家投个票你们觉得这一次评级下降了之后，你认为后市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你觉得是好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1在留言区写一个 E 那如果你觉得是不好的话可能之后会大跌或者是有调整，那你觉得是不好的，你就写一个2你在留言区写下来，写一个2，让我了解一下。你们觉得后市是好还是不好然后看一下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OK 我看到一个很多人说2有一个个别的同学说1 OK 那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投票有一个意见调查你们就可以在那个表里面去填你们认为是后市不好的，还是后市会相对乐观比较好的那你们都可以去投票了好，他们现在是能直接看到，还是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才能看到的？结果对，现在就现在你可以看到是吧 ？OK，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觉得不好那很正常毕竟这个也是不是什么好消息，对吧？那你们觉得是后市不好的我也能理解包括七爸爸在昨天也是做了一些分析，然后也是讲到了关于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风险。那我认为你觉得后市不好，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的一些看法，以及我看到什么信号，好不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先讲一下我看到什么，然后再来解读一下这些信号出现背后是什么含义或者是有什么意思。那星期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号，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这一幅图表啊，在开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裂口的低开。那事实上呢，在星期一的盘前，我记得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超过1.4%，那标普500呢，因为这件事情推出了之后，是下跌了超过1%所以呢，就形成了开盘的时候有一个裂口。但关键的就是在盘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出现承接，并且在星期一的最后是收涨的并且呢是形成了一个破脚穿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反转的信号 ，bullish engulfing 那什么是破脚穿头可能这个有点复杂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那你可以看到过去的股市呢都是一路上涨的那举个例子，就像是一个 LV 的手袋那 LV 的手袋原价是2万块的然后结果呢，它是不断的涨价涨到了2万5，涨到了3万，结果呢，在星期一的时候，突然间可能有些新闻或者是有些坏消息出现了，导致这个手袋从3万块跌到了2万8那就形成了一个裂口。但是呢，马上你可以看到是很快有了有了调整之后，马上有承接，马上有人买回去，所以呢，导致这个手袋最后是收涨的甚至是超过了3万块，然后继续涨上去，继续涨价。你可以看到这个手袋呢是几乎不跌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美股这个市况是非常的强烈，稍微有一些调整，马上就有买盘进去，然后就推升了股价，推升了指数。所以这个是星期一我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转的信号那如果你听得懂这个比喻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 OIC。OK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写2都是不好的，包括那个意见调查里面都是写不好的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那这个是昨天的市况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跌了一点点但你看这个 heat map 这个热力图的话你会发现哇，怎么是一片的红色尤其是那些大型的权重股什么Tesla 呀Google 呀怎么都跌了这么多那市况是不是真的很差呢那确实昨天比较多的股票它都是收跌的，并且是有一个调整。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比较乐观的事实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的右边的下面呢有一个图表，有一个 chart 有一个图表写着 new high 和 new low 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天创新高的股票比例是多少，创新低的股票比例是多少那这个也是我之前有一直强调的创新高创新低的股票的市宽是怎么样的那你可以看到绿色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New High 是占了超过80%，也就是说，虽然昨天市况好像一般般，也没有太明显的走势，好像很多的权重股票都是收跌，甚至很多的股票都没有很好的反应，但是你可以看到市况是有一定的强度在里面的，毕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有超过80%的比例的创新高的股票是有400多个股票创新高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这个市况是很健康的相比过去一个月如果你记得我们在直播当中也有分享过市宽的话，你会看到红色的比例是大了很多很多甚至在最极端的时候我记得是可能是这个比例超过1:10，就是绿的话可能是1，但是红色的话是超过10，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比例。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幅有改善。所以呢综合来看，其实这几天也没有很差呀对于后市来说的话，好像也没有太差并且在星期一你可以看到，当有坏消息出现一个下降评级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毕竟上一次有机构下调评级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8月份那一天呢，公布了这个事件之后，是马上有一个裂口下跌，然后全天是收跌的，
并且在8月份之后往后的2-3个月里面整个指数都是在一个中期调整的一个市况里面，而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收涨的，并且市况是有所改善，并且并不是很多的股票都很差反而有些股票是能够逆势上涨，并且突破新高的。由此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市况是非常好，并且呢，我认为短期之内市场是对于这个消息完全的消化掉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并且看到了一些信号之后推理出来的一个信号那如果你是在过去的2天你因为听到或者是看到这个新闻，你觉得哇降低了评级怎么办？是不是要继续这个熊市呢？或者是继续这个下跌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而去抛售你的股票那你就犯了一个很多散户都会犯的错误这个也是我们在选股5部曲的时候，七爸爸有说过的那他们通常就是看到了一些坏消息、坏新闻之后他们可能就take profit或者是 cut loss。而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学过选股5部曲，或者是我们 GMP 的学生或者是大户，这个时候他们往往是相反的你们是散户是take profit 或者是cut loss而大户呢就是接你们的棒你们手上很低廉卖出去的股票，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低位去接棒这样的话大户才能在低位买到散户的股票，对吧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星期一马上开盘之后马上有承接散户因为害怕而抛售了股票之后马上有承接，并且是最后收涨的那谁有这么大的力气有这么强劲的那个力量去买起来肯定不是散户，对吧？那当然理所当然的就是大户他做成了这个行为。所以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投资陷阱，就是如果你过去是因为听消息或者是看新闻去买股票比如说你看新闻看到这只股票有一些好消息，然后你才去买入，又或者是你看到有一些坏消息哇，比如说星期五的目的下降了评级之后哇，你看到这么看似很坏的消息，然后在星期一马上卖掉你的股票那有没有可能你就犯下了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去把握到那些倍升的股票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在这里带出，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好好学习那如果你是听到了我的这个分享之后觉得有价值的话也可以写一个 OIC OK 我看一下同学们你们的反应怎么样有一个 Pony 说听了很多我的录影的回播的那个直播，今天第一次听到现场的直播那这里也是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我来继续讲一下OK 很多同学都学到了OIC 非常好。那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想去做散户，我们不想做那个被割的韭菜，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不会受到市场的噪音影响我们有一句话非常的简洁是一个重点我们是 trade what we see 我们看到什么而并不是 trade what we think 我们听到什么新闻，听到什么消息之后，我们想到了什么之后才去卖或者是买一些股票才去做那个买卖决定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更加关键的是我们要看到市场看到指数，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才去见机行事。所以呢你可以在过去的直播或者是在 GMP 里面GMP 我会更加密切的每个星期更新我的看法并且是非常实时的市场现在出现了什么机会，出现了什么风险我都会去讲出来但如果你不是 GMP 同学的话那其实在上个星期的直播里面我也有讲到其实在过去的1个月我的一些总结我的一些看法当然这里我只是截了最近2个星期的一些图表而在过去的每一个星期每一次星期五我都有去分享到我对市况的一些看法那这里太多了我就放不完，
放了最近的2张图片啊，你可以看到我对于市况呢，虽然他们是很多时候到了一些关键的阻力啊，比如说在5月初啊，它到了一些关键的阻力，比如说200天线啊，又或者是上个星期出现了突破之后啊，然后股票又好像太高了，涨得太高了啊，但怎么办呢？但是我在那个时候也在今天里面分享啊，其实我们现在呢依然是属于一个市况非常健康的市况里面啊，很多的股票都有出现一个买入的信号啊，或者是有出现转强的信号，而并非是因为有一些坏消息，或者是因为到了高位到了一些关键阻力而出现突兀走势，出现一些大户离场的信号所以这个是我想带出的一点。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去看市场呢是见机行事，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什么就去做什么计划然后去实在的实时去做这个执行这个计划，而并不是我听到了一个新闻，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哇，是不是市场会大跌呢？听到了降级评级之后，是不是之后股市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熊市呢？我们是不会受到市场的噪音去影响到我们去做一个买卖的决定所以呢在过去我也分享到了一些我看到的一些信号当然这里也是非常高兴，有很多的同学也是成功的把握到，并且也是学到了之后能够在这里能够成功的执行到他们交易的计划，并且我也很高兴的看到有一些同学说光是这只股票就已经赶上他买我们课程的一些学费这里也是恭喜这位同学。那这里呢，我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 QBTS 那事实上其实整个量子计算的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些催化剂，以及都有一个很强劲的走势出现当然里面有3只股票我都有去分享，而最强势的我看到的是 QBTS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在6天之前当它出现了买入信号的时候我在社群当中有分享到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看法，而之后呢你也可以看到当大盘在前几天好像没有什么走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QBTS 是非常不同它是能够逆势上涨的那甚至如果你记得星期一大盘是裂口低开1%的时候，有其中一只股票它是跟大盘相反的，它是逆势上涨的，裂口高开，这只股票呢就是 QBTS所以呢这里也是再一次恭喜这位同学当然现在我在做这个PPT 的时候，我看到它盘前也是涨了超过10%现在多少我不知道了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当然现在再涨上去也是它应该不只是赚了这个课程的学费了，可能还赚了更多的钱。这里呢也是恭喜这位同学把握到了这个机会我看到有个同学说62%后市不好，全仓 TQQQ 那我回到上面的那张图这里也是再一次给大家做一个投票你们刚才听完了我的那个分析之后你们觉得后面的走势是看好的还是看淡的我现在分享了这么多我的看法现在我再来问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看法有没有改变那我们现在开一个投票到底后续你听了我刚才的那一番话之后看到很多正面的信号后续是看好的还是看淡的呢看一下 OK 现在呢看淡的同学好像少了一点现在是50-50我先等一下你们你们如果有一些新的看法的话或者是你对于后市你想表达一下你的看法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留言区讲一下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现在呢我看到后市看好的数量是多了很多跟20分钟前我在讲到
那个新闻的时候，大部分的同学、大部分的观众都是觉得后市看淡的。结果很神奇的是，当我讲了我的那一番话之后，你觉得后市反而是看好了。OK，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那好了，这里可能你们又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听新闻那当然我不是新闻了你可能是听了消息去做一个买卖的决定，对吧？那你们是听了我的直播，看了我的看法之后，你们才去改变了你的看法那你们是不是又没有去做这个独立的判断，而是可能又犯了一个散户的毛病呢？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错误的话 ，Oh my God， 你打一个 Oh my God 在留言区里面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那关键的其实并不是今天听了 Rich 的直播他讲了这一番话 ，OK 未来的大势是看跌了或者是看涨了那当然听我的直播很重要最好是每一次直播你们都听，对吧？但我们想你学到你们带走什么，就是你听了之后，你有一个自主的判断或者是你学了课程之后你有一个自主的判断你能够学会在现在比如说今天5月21号现在大势有了这样的情况，好，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后续的策略呢？现在是一个看好还是看跌呢？我希望这个自主的判断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并且是能够去执行你们的计划。那好了讲了这么多，我来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虽然我刚才讲了很多，现在我看到一些好的消息我看到现在市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甚至有一些强势的股票在现在这个市况还能逆势上涨，是一个很强很牛的一个市况但关键就在于现在呢，这个是评级下降了之后的一些初步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在星期一好像是被完全消化掉了那一天也是一个破脚穿头，形成了一个反转的走势那后续这个评级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以及在美国他搞了一系列关税的政策，以及搞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后续的实体经济的数据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些才是我们现在要留意的关键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可能是一个风险吧所以还是需要去留意一下的而并不是盲目的乐观现在也并不是去年11月份、12月份那样一个非常炽热的一个市况，是一个很狂欢的一个牛市现在并不是的。而现在呢我认为还是需要看两方面的一方面现在确实我看到很多很好的信号很多我们关注的强势股票都出现良好的走势，甚至有些股票像是 QABT 那样能够逆势上涨突破新高，并且很快很短期之内能够带来很丰厚的回报。但另外一方面呢，在实体经济方面以及这个评级下降后续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那另外我在看到了另外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之前呢我们有讲过黄金它是一个避险的资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呢它是跟大势呈现了一个反向的走势也是能够很好的带出它其实是在很多投资人眼中就是一个避险的工具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当3月份、4月份股市比如说美股的指数在下跌的时候，黄金是能够逆势上涨的毕竟他们可能是不相信美元了或者是他们觉得现在股市动荡了有危险了，他们就把他们的资金从股市抽到了黄金里面。然后在4月份股市见底了，然后股市开始有反弹的时候，黄金也是出现了见顶，然后有一个回落的迹象那你可以看到在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黄金是确实有一个调整当然这个也是跟股市有一个反向的一个呈现股市在4月底到5月是一个很
很 bullish 的一个涨势啊，但是黄金啊，它是跟股市相反的，黄金呢就是调整有一个下跌。哎，关键就在于最近黄金又再一次上涨了啊，这个是一个值得去留意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啊。当然如果后续股市是能够继续涨，然后黄金它也是跟着涨，但并不是一个很急速的上涨啊。比如说4月份的时候，你看到4月份是一个很快速、很急速的上涨啊。那如果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也还可以啊，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但如果它后续出现了急涨，并且指数也是出现下跌的话啊，可能要留意了，因为资金从股票市场里面再一次去到避险的黄金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关注的。那到底之后这些避险的资产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我们要值得留意的。所以好了，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现在大势，是看涨的因素和看跌的因素都讲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会不会觉得非常迷茫？Rich， 你怎么又看涨又看跌？那到底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其实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炒股并不炒市的一个市况那无论指数涨的话那非常好了继续是一个牛市。然后我们如果专注于强势股的话很多时候能够赚取更多的回报赚得更多，涨得更多。而如果指数是不怎么涨甚至是下跌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寻找的强势股票，它相对来说会显得比较抗跌，甚至有一些股票它就像 QBTS 那样最近几天大盘并没怎么涨，但是 QBTS 你可以看一下，它过去2-3天涨了超过30%、40%，是一个逆势上涨的表现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关键。这个也是我上个月有讲到的我们其实要找的就是透过调整的时候去寻找那些拥有网球效应的股票为什么要找那些股票之前我也讲过了因为涨的时候它能涨得更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回报。跌的时候它相对比较抗跌可能有资金看到这只股票它有很好的基本面或者是觉得它很好，所以呢有大量的资金进去了这只股票，它就表现得相对抗跌又或者是有很多股票觉得很多基金经理觉得这只股票它在调整的时候觉得非常便宜非常划算，之后如果它涨了50%、100%了那个时候才去买就太贵了，它反而现在趁市场调整的时候不如我现在去买它吧。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相对抗跌的表现，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寻找强势股的那些特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过去1个月不断的在做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你们也是想学怎么样去找这些强势股票怎么样不听消息不听新闻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判断的话应该不是说想不想学习这个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毕竟如果你不学会的话你就是那个看新闻看到评级下降了，然后觉得害怕被割的那个韭菜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学习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看我们的那个影视技术，了解更多那这个课程呢也是在过去有好多人觉得有一个好评那他们也是看了这个课程之后也是能够学会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个判断，去做一个买卖的交易计划那这个也是我希望在2025年给你们一个最好的投资机会因为投资自己的脑袋是永远不会亏损的这个也是我过去有讲过的。2025年是一个投资艰辛的一年，而永远不会亏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还没参加的话可以在留言区里面了解更多。OK 我们来看一下同学的留言。那今天的人数也没有到1000人那很可惜所以呢你们也可以把这个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下一次他们看到我们的直播，他们进来了人数到1000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讲解一下股票OK 有徐小宁说
表示人很容易受影响，很正常啊。那确实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训练大家的一点，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拥有一个自主判定的自主判定的一个思维啊，而并不是盲目的听某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消息，看某一个新闻，然后就觉得他讲的就是对的。其实你应该还是需要有一个自主的判断OK， 原来QBTS 盘前涨了7.5也很好我刚才看的时候，大盘还是下跌的盘前那OK，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